准备要来广州吃的小伙伴，这条视频一定要点赞收藏好啊！作为广州本地的土著 UP 主呢，这2年呢我也吃了不少我觉得好吃的东西。那小长假就要来临了，这期呢我就会用普通话直接分个类，给大家推荐一些呢来广州不能错过的美味。那这期推荐的店呢，基本上都集中在市中心的荔湾和越秀区啊，交通是非常的便利。那我觉得呢，我的口味还是比较大众化的，应该呢是有一丢丢的参考价值。所以呢，话不多说，一键3连，我们马上开始。首先呢，我要推荐的是广式拉肠啊。那大家都知道啦，妮妮是西华路区 UP 主啊，那所以呢，第一家要推荐的肠粉店呢，是西华路上性价比比较高的华记石磨拉肠啊。那他们家的肠粉呢，米浆都是自己磨的，所以吃起来呢，米味是非常的突出。那他们呢，传统铁盘制作的方式呢，虽然让那个肠粉口感吃起来没有那么滑，但是呢，自制的花生油呢是真的很香，而且呢，酱油也是调得咸甜适中的。不过假期去西华路呢，就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了。那接下来这一家呢，是我每周最少都会吃一次作为早餐的宝藏小店啊。那虽然它的招牌写着球记肠粉，但是用这个名字呢，在某点评网上面呢是搜不到的，因为呢，它主要是卖龙江猪脚饭的。但是个人觉得呢，他家肠粉真的很值得一吃再吃。米浆呢也是自己做的，那虽然同样是用铁盘拉啦，但是它的肠粉的口感呢比华记的要滑一些哦。那米味呢是很香的，酱油呀也是咸甜刚好的。那我每次去吃呢，基本呢都会点一个9块钱的牛肉加葱。那它牛肉的肉质很滑了，味道也很香。那综合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各方面都非常的均衡啊。因为藏在内街里面呢，所以平时帮衬的呢大多都是像我这样的本地街坊啊。那周末呢估计也不用排很长队，因为也不会很爆。那附近呢还有一家更网红的叫伟明肠粉呢，节假日呢就人会更多。那2家比起来呢，我觉得是都一样好吃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吃广式面店呢。云吞面呢是必吃的，如果你第一次来广州呢，我会推荐你去吃利滴面家。那它在北京路、上下九和纪念堂等等广州著名的景区附近呢都有分店的。那他们家的出品呢就一个字，均衡啊。面呢够弹牙，云吞皮呢也很薄很顺滑，虾和肉呢都新鲜香甜啊，调味也很不错。汤头呢用大地鱼熬制，鲜味十足。那上面说到的云吞面3大主角呢是没有一个弱的，所以呢出品自然非常强。那唯一的缺点呢就是稍微呢有一丢丢贵，25块钱一碗，但个人觉得还是值得的。如果你喜欢超级弹牙的鲜虾云吞呢，那五羊村地铁附近的这家生运来呢就一定要去试一试了。首先呢，他们家的装修看起来就非常的高档，38元的黑虎虾云吞面呢，面和汤呢都还不错，而那个云吞呢里面几乎都是虾，每只都肥嘟嘟的，馅料也超级足，一口下去，哇，弹牙鲜甜，直冲味蕾啊！那这种云吞呢，在其他店很少能吃到，所以就是非常特别的。那除了这2家以外呢，我还会推荐你去昌边路的一记面家。那他们家的五宝云吞面呢，每个云吞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呢都是非常的鲜美，也很特别。那还有东山口附近有一家叫恩宁刘福记的，那整体也是非常有广式风味，那经过呢也可以去试一试。那接着呢就是我很喜欢的广式炸酱面了。那真的是每一家面店调的炸酱都是不一样的哈。如果你喜欢咸香口的话呢，可以试一下西门口附近的何永记啊。那它的面呢不是那种很弹牙的竹升面呢，而是那种滑滑的稍微有点酥的那种传蛋面呢。那酱的话呢，那个面池味的非常的香啊，咸中带点甜。那价格呢就稍微会比一般的面店贵个3-4块钱的样子啦。那如果你喜欢咸辣口的话，又想要酱多肉多的，那周门的那家传统竹升面呢，就一定对你胃口了。那被炸酱压到红彤彤的面呢，一看就非常有食欲。那面很爽很滑啦，然后酱的那个蒜味呢也是非常的香，味道呢有点像那种蒜蓉辣椒酱啊。喜欢重口味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去试一下这家，不会让你失望的。那很多粉丝说呢，他家的那个虾子捞面也是挺好吃的，可惜我还没吃到过。那你们也可以先替我尝尝，然后留言告诉我究竟怎么样。还有附近泮塘路呢有一家灵记啊，我觉得呢它是这条所谓石阶上面呢最值得吃的一家店。
那当然啦，到了节假日呢，它排队的凶猛程度呢，这一点都不比西华路差的。那给你看一看我今年春节的时候拍到的一个场景你大概就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了。那说回他们家的一个出品啦，我最推荐的就是那个猪手捞面。那猪手的口感呢是那种就还保留着一点爽口的软糯调味呢就稍会偏甜一点点，南乳味呢是非常的香。而且他们家呢用的是那种全蛋的粗面能很好的吸收那个汤汁，也很爽口。唯一不足的呢就是那个面呢有一丢丢的那个碱水味。然后他们家的濑粉呢也是很不错的，料很多了，而且整体的鲜味也很足。还有呢他们出品的那个椰汁冻糕、红豆沙煎饼等等的，我吃过也是非常好吃。再来呢推荐一家最近吃到非常惊艳的华福五宝面那28元一大份的超级牛腩面呢，听起来好像价格有一点点贵但是它足足有5大块肥瘦相间而且焖得非常入味的清汤腩，那其实是物有所值的。那这个呢不是妮妮个人的一个评价，而是被我安利过去吃的小伙伴呢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评价。那它的牛腩呢也是够软，而且呢就是瘦肉呢也不会很柴，肥的部分呢更是油香味十足，那简直就是肉食爱好者的福音它的汤头也是非常的清甜面的口感呢是有点像那种日式拉面，然后爽滑了而且够吸汤还有清甜的那个萝卜，反正呢经过吃就完事了还有他们家的牛杂也很棒，每一片都非常的大块。喜欢牛杂和牛腩的小伙伴呢一定就不要错过它了。面这个板块呢，最后还有一种很特色的面呢是必须要去试的，那就是伊面了这个是我很爱的。那这里呢也简单推荐3家啦。汤伊面的话呢，义德路100米巷呢有一家藏得还比较深的叫佩记小吃店的，那他们家的牛腩汤伊面呢是很不错的，汤的味道呢非常的浓然后牛腩呢也焖得软烂入味，伊面呢竟然还保留着一点嚼劲，就很有广府的味道再来呢就是西华路附近的2家，一家呢是藏在芦迪街的亮丰盛澳门咖喱档那它的咖喱呢真的是超级香浓，辣度呢是广东辣，那些咖喱呢挂在还保留着 Q 弹口感的伊面上面一口入魂然后至于肉的话呢，牛腩呢和金钱肚呢都非常的不错，吸满了那个咖喱汁，然后口感呢软糯，肉味也很香而且呢量也给得很足，反正呢各方面我觉得都很对我的胃口。那他们家的炸猪扒呢也是非常的出彩，那里面呢还保留着肉汁，夹着柠檬草来吃咸香脆嫩简直是绝子最后呢也就是在附近的沙茶佬了，那他们的沙茶意面呢也是挺惊艳的，因为加了很多海鲜去做所以呢整个汤汁呢不仅呢沙茶味很香浓，而且是非常的鲜甜海鲜呢一吃就知道是新鲜货，价格呢是稍微有一丢丢贵了，但是也是值得试一下的。那这里再提一嘴啦说到伊面呢，很多人就会想到老字号的煎记但是呢我个人呢不大建议你专门跑过去吃，因为老实说呢对比起来个人觉得没有太大必要那粉面不分家，接着出场的呢就是各种各样不错的粉店啦。那先说稍微小众一点的广式濑粉呢，这里推荐一家呢我最近非常爱经常买来做早餐的长寿濑粉那它藏在西华路金花直街的西华市场附近呢，它家的濑粉呢用料非常的足，而且呢都很鲜味，粉体呢软糯 Q 弹，最棒的是呢它的猪油渣呢是后面加进去的，不是跟粉一起煮的，所以吃起来呢还是脆脆的，油香味十足。那喜欢吃猪油渣的话呢，你还可以跟店员说要多加点。他们家的濑粉呢可以跟烧鸭、叉烧等等料拼在一起，但价格就不一样咯。我就喜欢是加一份鱼皮连小份的濑粉呢一共是14块，那酥脆呢而且蒜香味很足的鱼皮呢泡在那个濑粉的汤里面吃，吃过你就懂这有多好吃了。还有呢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老字号核心小吃店的濑粉皇那它开在西华路旁边的第一金街的一个尽头应该有超过30多年的历史了。那他家的濑粉呢就很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也不错的，经过呢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它的店面呢也很小就没什么位置坐，那夏天去吃的话你就要有点心理预期了。
那还是在西华路啊，那每次推这一家呢，肯定是会有人怼我了，说啊什么网红店啊，广州本地人都不吃了什么什么的，但随便你们怎么喷啊，我认为呢值得推，那我就推给大家，那反正我也没有收钱，我是实在很爱他们家的一个猪脑拼那个牛筋捞河粉。是的，我说的就是西华路的千年排队王莅临了。那真的要去吃的话呢，建议你别点什么三宝啊，还有什么贵到掉渣的那些海鲜呢，你就按我说的这个去点就 OK 了。那如果还想多吃一份肉呢，或者不吃猪脑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换成第一刀肉或者加一份也不错的，因为他家的那个牛腩汁呢，就调的那个咸甜适中，也够香啊，所以整个捞河粉呢是咸香浓稠，胶质满满，也是非常鲜甜的。粉呢就是一般的河粉就没得好说的了。那我推荐的这各种肉都不错了，比如猪脑它是处理得很干净，然后牛筋是非常的 Q 弹软糯，也是很好吃的。第一刀肉的那个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哈。那当然啦，节假日呢排队是非常猛的，那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也是我之前节假日拍到的镜头啊，感受一下。那怕排队的哈就略过这家好了。那接着还在荔湾啊，中山八路转过去周门街那里呢，有一家荔园大肠粉啊，那推荐他们的长头冰猪肠粉，有点拗口啊，但你没有听错，他们家的一个猪肠呢处理得非常干净，那肠头呢软糯入味，有脂肪的香气，大肠呢同样是焖得够入味，还保留着一点 Q 弹的口感呢。那它的卤汁的那个涉水呢虽然有点深了，但是鲜味十足，一点都不会觉得咸。最棒呢是它的配料呢是可以自己随便加的，然后甜酱辣酱呢加点辣椒川，然后配上它的那个猪肠粉呢，就很有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了。接着呢就是很多小伙伴都感兴趣的广式点心了，也就是说去哪里喝早茶好了。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回答起来有点困难了，因为广州的茶楼呢实在是太多了，也各有千秋了。但想想也很简单啊 follow 我的 hack 就好了，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呢，人家问我这个问题呢，我第一个给他的答案呢，可能是会是陶居，但是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必须去到上下九第10辅路的总店吃。那他家呢，现在因为分店实在是太多了，那出品也是不一定稳定。为什么推他呢？因为说到早茶的体验呢，无非就是点心加环境。而陶居的总店呢，在这2项里面呢，我试过了，都是比较出彩的。点心来说的话呢，传统的比如什么虾饺、干蒸和那个凤爪呢，还有他们家特色的那个酥皮水牛奶菠萝包呢，都是不错的。环境呢，无论是你用餐的地方，还是说它室外的一个景观装修呢，都是可圈可点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呢，陶居呢，它这个牌子呢，在广州呢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的，它的招牌呢还是康有为题词的。顶楼呢有个可观亭，那拍照也是相当的不错啊。详细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参观了解啦，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呢，节假日呢一定要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啊，真的还排得蛮厉害的啊。然后呢，再推荐2家相对冷门一点，但是出品很不错的新式茶楼啊。一家呢是在西门口广场的顺心珍品啊，它大个招牌承诺着不用预制菜，那点心呢是那种传统与新派的结合。建议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点就好了。我吃过几次呢，大多数的出品呢都不会踩雷。那平时早上11点前买单呢，还有6.8折。节假日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要现场去看看。因为它缩在商场的角落里面呢，所以即使排队呢，应该也不会很严重。另外一家呢是我觉得更加有创意的菜篮点心啊，然后这家呢在广州呢是有很多分店的。黄沙附近的领展广场和广州东站的东方宝带店呢，我都有吃过。他们家的酥皮山楂叉烧包还有青姜蓉鸡肉拌饭呢，我觉得都相当不错啊。那上次去吃的还有山楂之颂，那酸酸甜甜的，非常解腻啊。那建议可以买一个团购再去吃，那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有一家呢，就是我讲出来可能又会被一些人喷的点都德。那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光论点心出品的话呢，他们家的点心综合来说呢，都是在水平线之上的。而且我吃过他们家好几家分店呢，也不会出现那种发挥很不稳定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大家不想做攻略的话呢，直接在附近找一家来吃一下应该也不会失望的。至于呢，很多朋友口中的早茶天花板白天鹅呢，我是真的没有吃过，因为人均200-300块钱呢，实在是太贵了哈。
我这个呢就只在他们家的一个美食屋买过名声在外的沙琪玛，我觉得口味就还好啦。这个呢就不多做评价了，有钱有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去试试，然后评论告诉我究竟味道如何。对了，那虽然贵了，但是它节假日呢排队也是相当的厉害呀。我没有吃过，但是我看到过。好了，吃了那么多，再来2个炖汤，润一润喉吧。那推荐呢都是椰子炖竹丝鸡啊，那都在北京路附近。不怕排队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呢近年成为那个网红店的达阳原味炖品啊。它有2家店呢，那文明路老店的话呢，位置不多，但人非常的多。那建议呢可以多走2步呢，去到德政中路店，做的会舒服一些。整只的老椰子炖鸡呢，我觉得应该没有怎么加水进去的。老椰子水的香味呢非常的足，肉和椰子的甜味呢都渗入到它的汤里面呢，就很好喝。怕排队的话呢，只要再往前走一点呢，有家免记炖品皇啊，同样是椰子炖竹丝鸡呢，它就起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名字，叫做鸡爷啊，它也是做得非常出彩的。那香浓的味道呢，我甚至觉得还比达阳呢要更胜一筹啊。最后呢，再讲一讲我最近很喜欢喝的港式奶茶。那比如呢，只做奶茶和柠檬茶2款，绝不推新品的专2呢，也是以前的荣记啊。现在它的分店呢，几乎是遍布广州各个区的。那茶味呢是非常的香浓，少糖的话呢，可能还略微有点苦涩哈。奶味也很足，好喝又提神，那可以试一试。但是呢，喝多了有可能会睡不着哈，对茶敏感的人要慎重了。价格呢16块钱啊，虽然好喝，但是略微有一点点贵了。还有西门口光孝寺附近呢有一家九叔，那他家的丝袜奶茶呢也是香浓好喝。我现在呢几乎是隔几天早上呢就会买一杯来喝一下提一下神，价格呢12块哈，非常的亲民。还有呢西华路和芦荻街都有的妈巴茶档啊，他们家的招牌呢是咸香奶茶，那在甜奶茶里面加点盐下去，结果呢就是整个口感的层次非常的突出。这3家店呢，你只要点是冷的奶茶呢，它放的都是茶冰，所以呢夏天买一杯边走边喝呢，也不会担心茶味会变淡了，这是非常棒的。好了，广州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我吃到过值得推荐的呢，绝对不止上面这些。但受限于视频的时长啦，还有比如一些粤菜啊、牛杂啊、糖水啊、蛋挞之类的，我都没有讲到。那这期呢，其实也就想到哪就说到哪了。想了解更多更深入的话呢，建议可以先给我点个关注，然后进去我的主页，有很多按主题分类的广州美食视频可以慢慢看哈。以上推荐到的小店信息呢，我都整理好放在评论区置顶的了，大家可以按需自取。还有这一期是没有任何推广的啊，大家放心使用吧。然后我们这期先到这里，提前祝各位小强假吃好喝好，而且玩得好。我这里是妮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